屠夫正要宰杀一头大黄牛，路过的沈月之婆婆停下了脚步，眼睛一直盯着这头黄牛。黄牛趴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肚子鼓得大大的，还轻轻动着。沈月之心里一紧，快步走到摊子跟前，伸手轻轻摸了摸黄牛鼓起来的肚子，心里顿时一惊。他抬头看着屠夫，好声好气地劝说：“这母牛怀着崽，千万不能杀，杀怀孕的母牛太损阴德。”可屠夫就等着宰牛挣钱，被沈月之拦着，心里不耐烦，摆着手让他别多管闲事，说买家已经给了钱，这牛今天必须杀，就算怀了崽，肉多还能多卖些钱。沈月之看着眼前又温顺又害怕的黄牛，实在不忍心看着一尸两命，当下咬了咬牙，掏出自己攒了一辈子的碎银子，细细数了数，凑够整整5两，全都拍在屠夫面前的案板上。他这辈子没儿没女，守着一间破旧的老房子，靠缝补衣服捡柴换钱过日子，这5两银子是他全部的家底，本来留着防老用。可看着黄牛湿漉漉的眼睛里满是求生的样子，他半分都舍不得收回，只说要买下这头怀孕的母牛，求屠夫放这对母子一条活路。屠夫见拿到了银子，比卖牛肉赚的还多，立马喜笑颜开，痛快解开牛绳，把大黄牛交给了沈月之。沈月之牵着黄牛慢慢走回城郊的破老屋，一路上黄牛温顺得很，不像寻常耕牛那般造孽，只是低着头，一步一步跟着他的脚步，偶尔用脑袋轻轻蹭蹭他的胳膊，像是在道谢。沈月之走得很慢，时不时停下来摸一摸黄牛鼓胀的肚子，轻声安慰：“别怕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人敢伤害你和你的崽了。”他的老屋坐落在城郊的山脚下，四面是低矮的土坯墙，屋顶铺着些干枯的茅草，院墙是用碎石块垒起来的，早已斑驳不堪。院里开辟了一小块荒地，平日里种些青菜，墙角堆着他捡来的柴火，还有一个破旧的石槽，是以前邻居家丢弃的，如今正好用来给黄牛饮水。沈月之牵着黄牛进了院子，解开牛绳，把它牵到墙角的阴凉处，又连忙去屋里端出自己仅剩的半袋粗粮，细细碾碎，拌上些清水，倒进石槽里。黄牛饿极了，低着头慢慢吃了起来，吃几口就抬头看一眼沈月之，眼神里满是温顺，再也没有了在屠夫摊子前的恐惧。看着黄牛安心进食的样子，沈月之心里稍稍松了口气，可转念一想，又犯了愁。他攒下的5两银子全都给了屠夫，如今家里只剩下几文碎铜钱，粗粮也所剩无几，往后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照料这头怀孕的母牛，日子定然会更加艰难。可他不后悔，看着黄牛肚子里的小牛犊，想着2条性命得以保全，再多的辛苦他也心甘情愿。从那以后，沈月之的日子变得愈发忙碌，每天天不亮他就起床，先给黄牛添上草料和清水，然后背着竹筐上山捡柴禾，顺便挖些野菜回来，拌着粗粮，既能自己吃，也能给黄牛补充些营养。黄牛似乎懂得他的辛苦，从不挑食，给什么吃什么，平日里也安安静静地待在院子里，要么趴在地上休息，要么慢悠悠地啃着院子里的青草，从不乱跑乱撞，也不损坏院里的青菜。有一次沈月之上山捡柴，不小心崴了脚，疼得站不起来，竹筐也掉在了地上，捡好的柴禾撒了一地。他坐在地上揉着脚踝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想着家里的黄牛还等着他回去喂食，心里十分着急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熟悉的牛叫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大黄牛不知何时跟了过来，正站在不远处，低着头，用脑袋轻轻蹭他的胳膊，像是在安慰他，又像是在催促他回家。沈月之又惊又喜，忍着疼痛摸了摸黄牛的脑袋：“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是不是饿了？”黄牛像是听懂了，轻轻哞了一声，然后弯下身子，用后背轻轻顶着他的胳膊，像是要扶他起来。沈月之心里一暖，借着黄牛的力气慢慢站起身，一瘸一拐地捡起地上的柴火，放在竹筐里，牵着黄牛慢慢往家走。回到家里，沈月之顾不上休息，先给黄牛添了草料，然后才坐在院子里揉着自己的脚踝。黄牛吃完草料，走到他身边，趴在他脚边，用脑袋轻轻蹭他的手，眼神温顺极了。沈月之看着他，心里满是欣慰，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。这头黄牛不仅温顺，还懂得感恩，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黄牛的肚子越来越大，行动也越来越迟缓，有时候走几步就会停下来休息，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疲惫。沈月之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知道黄牛快要生了，可他没照顾过生产的母牛，心里毫无头绪，只能更加细心地照料它，每天给它喂最好的草料，给它擦拭身体，夜里也会起来好几次查看它的状况。为了给黄牛补充营养，沈月之把自己仅有的几个鸡蛋都煮了，碾碎后拌在草料里给黄牛吃，他自己则省吃俭用，每天只吃些野菜和粗粮，有时候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。可只要看到黄牛能安心进食，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这一天夜里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狂风呼啸，吹得屋顶的茅草沙沙作响，院墙也被风吹得摇摇欲坠。沈月之躺在床上，心里一直惦记着黄牛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于是起身披着破旧的蓑衣，拿着一盏油灯走进院子里。只见黄牛趴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嘴里发出微弱的叫声，肚子不停地起伏着，看起来十分痛苦。沈月之心里一紧，连忙走过去，
蹲在黄牛身边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肚子，轻声安慰：“别怕，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好了，我陪着你。”黄牛像是听懂了他的话，安静了一些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他的手，眼神里满是依赖。沈月之不敢离开，一直蹲在黄牛身边，给他擦拭脸上的雨水，时不时的给他喂一些温水。雨越下越大，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，沈月之的衣服也被雨水打湿了，浑身发冷，可他丝毫不敢松懈，一直守在黄牛身边，陪着他度过最难熬的时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，雨也停了。就在这时，黄牛发出一声响亮的叫声，紧接着一个湿漉漉的小牛犊从黄牛的肚子里钻了出来，浑身沾满了粘液，小小的身子不停地蠕动着。黄牛用舌头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小牛犊身上的粘液，眼神里满是温柔，嘴里发出轻柔的叫声，像是在呼唤自己的孩子。沈月之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这是喜悦的泪水，是欣慰的泪水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小牛犊的脑袋。小牛犊小小的，软软的，身上还带着一丝温热，眼睛紧闭着，时不时发出微弱的叫声，可爱极了。黄牛生产后十分虚弱，趴在地上，有气无力地舔舐着小牛犊。沈月之连忙起身走进屋里，把自己仅剩的粗粮全都碾碎，拌上温水，给黄牛端过去，又找了一块干净的破布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小牛犊身上的粘液，给他盖上一层破旧的被褥，生怕他着凉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沈月之更加忙碌了。他每天要照料黄牛的饮食起居，给他喂草料饮水，帮他擦拭身体，还要照顾小牛犊，给他喂奶，看着他一点点长大。小牛犊十分乖巧，从不哭闹，平日里依偎在黄牛身边吃奶睡觉，偶尔会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几步，然后又摔倒在黄牛身边，引得沈月之哈哈大笑。沈月之给小牛犊取名叫阿金，和黄牛的颜色一样，也盼着他能像黄牛一样温顺健康地长大。阿金长得很快，没过几天就能稳稳地走路了，眼睛也睁开了，圆溜溜的，十分可爱。他经常跟着黄牛在院子里散步，有时候会跑到沈月之身边，用脑袋轻轻蹭他的腿，像是在撒娇。可日子也越来越艰难，家里的粗粮早就吃完了，沈月之只能每天上山挖更多的野菜，捡更多的柴火，拿到城里去卖，换一些粗粮和铜钱，勉强维持生计。有时候他一天卖柴禾和野菜换来的铜钱只能买一点点粗粮，不够他和黄牛阿金吃一天，他就自己少吃一点，把更多的粮食留给黄牛和阿金。阿金第一次进城，好奇的东张西望，眼睛里满是新奇。他温顺地跟在沈月之身边，从不乱跑，引得路过的人纷纷驻足观看。有人称赞阿金乖巧，也有人好奇地问沈月之这小牛犊是哪里来的。沈月之笑着把自己救下黄牛，看着他生下阿金的事情告诉了大家。路过的人听了都十分感动，纷纷称赞沈月之心地善良，有爱心。有一个卖包子的老板听了沈月之的故事后，心里十分敬佩，主动递给沈月之2个热腾腾的肉包子和1袋粗粮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真是个好心人，这包子和粗粮您拿着，给您和小牛犊吃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沈月之连忙推辞：“老板，不用了，我怎么能白要你的东西呢？”卖包子的老板笑着说道：“老人家您就收下吧，您救了2条性命，这份善举比什么都珍贵，我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。”沈月之看着老板真诚的眼神，心里一暖，只能收下，连连道谢。从那以后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沈月之救牛的事情，大家都很敬佩他的善良，经常有人给他送些粮食衣物，还有人给黄牛和阿金送些草料。城里的一个老郎中听说沈月之的日子过得艰难，还主动上门给黄牛和阿金检查身体，免费给他们开了一些补充营养的草药，还教沈月之怎么照料生产后的母牛和小牛犊。沈月之十分感激，他把大家的善意都记在心里，平日里只要有人需要帮忙，他都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。有时候他会帮邻居缝补衣服，有时候会帮城里的人捡柴火，有时候还会把自己挖的野菜分给那些比他更困难的人。他常说，大家对他好，他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大家的善意。阿金渐渐长大了，变得越来越壮实，也越来越温顺。他不仅能跟着沈月之上山捡柴和挖野菜，还能帮沈月之驮东西。每次沈月之背着竹筐上山，阿金都会跟在他身边，帮他驮着捡好的柴火，减轻他的负担。黄牛也恢复了往日的活力，每天在院子里悠闲的散步，看着阿金玩耍，偶尔会发出轻柔的叫声，整个院子里都充满了温馨的气息。有一年，城郊遭遇了旱灾，地里的庄稼都枯死了，河水也干涸了，不少人家都断了粮食，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度日，甚至有人开始流离失所。沈月之的日子也变得更加艰难，山上的野菜越来越少，柴禾也越来越难捡，他只能每天走更远的路，才能挖到一点点野菜，捡一点点柴火，勉强维持自己和黄牛阿金的生计。有一天，沈月之上山挖野菜，路过一个山涧，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小男孩蜷缩在山涧边，饿得浑身发抖，嘴里不停地喊着娘。沈月之心一软，连忙走过去，从竹篮里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野菜递给小男孩：“孩子，快吃吧，别饿坏了。”小男孩抬起头，脸上满是灰尘和泪水，看到野菜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接过野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沈月之看着他可怜的样子，
忍不住问道：“孩子，你爹娘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”小男孩一边吃一边哭着说道：“我爹娘都饿死了，家里没有粮食，我只能一个人出来找吃的，可是我找不到。”沈月之听了，心里一阵酸楚，他想起了自己孤苦伶仃的日子，想起了黄牛和阿金，不忍心看着这个小男孩流离失所，于是说道：“孩子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跟着我一起生活吧。我虽然没有太多粮食，但我一定会尽力不让你饿着。”小男孩听了，激动的连连磕头道谢：“谢谢奶奶，谢谢奶奶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，不惹奶奶生气。”沈月之把小男孩带回了家，给他洗了澡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物，又给他做了一碗热腾腾的野菜粥。小男孩名叫宋安，今年6岁，父母都是城郊的农民。旱灾来临后，家里没有粮食，父母为了让宋安活下去，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都给了宋安，自己却饿死了。自从宋安来了以后，沈月之的老屋里变得热闹了许多。宋安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沈月之做家务，帮他喂黄牛和阿金，帮他挖野菜捡柴火，从不偷懒。阿金也很喜欢宋安，每天都会跟着宋安一起玩耍，一起上山。有时候宋安累了，阿金就会蹲在他身边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休息，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沈月之看着宋安和阿金乖巧懂事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欣慰。他把宋安当成自己的亲孙子，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，教他做人的道理，教他辨认野菜、捡柴火，还教他怎么照料黄牛和阿金。宋安也很聪明，学得很快，没过多久就能独立挖野菜、捡柴禾，还能把黄牛和阿金照料得很好。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，沈月之更加努力地劳作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带着宋安和阿金上山挖野菜、捡柴火，有时候还会去城里帮人缝补衣服，换些粗粮和铜钱。宋安也很懂事，每次挖野菜、捡柴禾都捡最多的，留给沈月之和黄牛阿金，自己只吃一点点。有一次，宋安跟着沈月之上山挖野菜，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土坑里，腿被划伤了，疼得直哭。沈月之心里十分着急，连忙跳下去把宋安抱起来查看伤口，伤口很深，流了很多血。沈月之没有办法，只能撕下自己的衣角，小心翼翼地给宋安包扎伤口，然后抱着宋安慢慢往家走。回到家里，沈月之看着宋安流血的伤口，心里十分心疼，却又没有钱请郎中，只能抱着宋安不停地流泪。就在这时，黄牛和阿金走了过来，黄牛用脑袋轻轻蹭了蹭宋安的腿，阿金则用舌头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宋安的伤口，像是在安慰他，又像是在给他疗伤。说来也奇怪，没过多久，宋安的伤口就不那么疼了，流血也止住了。沈月之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里十分惊讶，他没想到黄牛和阿金竟然还有这样的本事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宋安或者他自己不小心受伤，阿金都会用舌头舔舐伤口，伤口都会愈合得很快。沈月之心里暗暗庆幸，自己当初救下了黄牛和他的孩子，他们不仅是自己的伙伴，还能帮助自己和宋安。旱灾持续了很久，村里的人越来越艰难，不少人都离开了村子去别的地方谋生。沈月之和宋安还有黄牛阿金却一直坚守在老屋里，他们相互扶持，相互陪伴，靠着挖野菜、捡柴禾勉强维持着生计。宋安也越来越懂事，他知道沈月之辛苦，每天都会主动帮他做很多事情，还会安慰沈月之说，等自己长大了，一定会好好孝顺他，让他过上好日子。终于在一个春天，天降甘霖，旱灾结束了，地里的庄稼重新长出了嫩芽，河水也恢复了往日的流淌，村里的人也渐渐回来了，开始开垦荒地，种植庄稼，日子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模样。沈月之也在院子里的荒地上种上了玉米、土豆和青菜，黄牛和阿金也能吃到新鲜的青草，日子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宋安渐渐长大了，长成了一个高大挺拔的少年，性格温和善良有担当。他继承了沈月之的善良，也继承了沈月之的坚韧，每天都会帮沈月之打理庄稼，照料黄牛和阿金，还会帮村里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深受村里人的喜爱。他常常跟着沈月之去城里卖柴禾、卖蔬菜，换些铜钱改善家里的生活。阿金也长大了，长成了一头壮实的大黄牛。他不仅温顺，还很能干，能帮沈月之和宋安耕地、驮东西，是家里的好帮手。村里的人常常来接阿金去耕地，沈月之和宋安从来都不拒绝，每次都会爽快地答应。阿金也很听话，无论去谁家耕地都很卖力，从不偷懒，深得村里人的喜爱。有一年，村里来了一位路过的先生，名叫顾兰亭，学识渊博，为人正直，因为看破了官场的黑暗，所以辞官归隐，四处游历。顾先生路过城郊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宋安牵着阿金在地里耕地。宋安勤劳能干，阿金温顺听话，心里十分欣赏，于是就主动提出要教宋安读书识字。沈月之听了心里十分高兴，他知道宋安是个聪明的孩子，若是能读书识字，将来就能有出息，不用再像他一样一辈子靠挖野菜捡柴禾过日子。于是他连忙带着宋安给顾先生磕头道谢，答应让宋安跟着顾先生读书。顾先生就在村里的破庙里开了一所小小的私塾，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。宋安很聪明，学习也很努力，顾先生教的知识他很快就能学会，而且记忆力极好，过目不忘。顾先生对他十分器重，不仅教他读书识字，还教他做人的道理，教他天文地理，
诗书礼仪。沈月枝看着宋安越来越优秀，心里满是欣慰。他每天都会给顾先生送些新鲜的蔬菜野菜，还会帮顾先生缝补衣服、打扫私塾，感谢顾先生对宋安的教导。顾先生也很感激沈月枝的照顾，常常会给沈月枝讲一些外面的事情，给宋安留下很多书籍，让他好好阅读，不断充实自己。在顾先生的教导下，宋安越来越优秀，不仅学识渊博，而且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。他常常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助村里的人，教他们辨认庄稼的好坏，教他们怎么防治病虫害，还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，深受村里人的爱戴。黄牛也渐渐老去，行动变得越来越迟缓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干，只能安安静静地待在院子里晒太阳吃草。看着宋安和阿金忙碌的身影，看着沈月枝操劳的样子，沈月枝也更加细心地照料黄牛，每天给他喂最好的草料，给他擦拭身体，夜里也会起来好几次查看他的状况，就像照料自己的亲人一样。有一天，黄牛突然变得十分虚弱，趴在地上不吃不喝，眼神里满是疲惫。沈月枝心里十分着急，连忙请来了城里的老郎中给黄牛看病。老郎中诊脉查看后连连摇头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头牛年纪大了，油尽灯枯了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您就好好陪着他，让他安安静静的走完最后一程吧。”沈月枝听了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坐在黄牛身边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脑袋，轻声说道：“老黄牛，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，谢谢你帮我，帮宋安。若不是你，我和宋安也走不到今天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料阿金，好好照料宋安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黄牛像是听懂了他的话，用脑袋轻轻蹭了蹭他的手，眼里流出了泪水，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沈月枝抱着黄牛失声痛哭，宋安和阿金也守在黄牛身边。阿金不停地用脑袋蹭着黄牛的身体，发出悲伤的叫声，整个院子里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息。村里的人听说黄牛去世了，都很伤心，纷纷来到沈月枝家里安慰他，还主动帮他把黄牛安葬在了山脚下，就在沈月枝老屋的附近，这样沈月枝和宋安、阿金就能经常去看望他。黄牛去世后，沈月枝伤心了很久，阿金也变得十分沉默，常常会跑到黄牛的墓前，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是在思念黄牛。沈月枝看着阿金悲伤的样子，心里十分心疼，常常会陪着阿金去黄牛的墓前，和黄牛说说话，安慰阿金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沈月枝渐渐走出了黄牛去世的悲伤，阿金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模样，依旧温顺能干，帮着沈月枝和宋安打理庄稼、驮东西，守护着这个小小的家。宋安也越来越优秀，在顾先生的教导下，学识越来越渊博，还考上了秀才，成为了村里第一个秀才，村里的人都为他感到骄傲。顾先生见宋安越来越优秀，心里十分欣慰，他知道宋安是个可塑之才，于是就劝宋安继续读书，将来考中举人、进士，走出这个小山村，去外面的世界做一番大事业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宋安听了点了点头，他知道这不仅是顾先生的期望，也是沈月枝的期望，更是他自己的心愿。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，宋安更加努力地读书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写字，直到深夜。沈月枝看着宋安辛苦的样子，心里十分心疼，每天都会给宋安做热腾腾的饭菜，给他准备好灯火，陪伴着他读书。阿金也会守在宋安身边，安安静静地陪着他，不吵不闹。几年后，宋安告别了沈月枝和阿金，告别了村里的人，去城里参加乡试。沈月枝送他到村口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照顾好自己，好好考试，不要惦记家里。宋安点了点头，泪水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抱着沈月枝说道：“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考试，将来考中举人，回来孝顺您，帮助村里的人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宋安走后，沈月枝每一天都会站在村口盼着宋安回来，她每天都会照料好阿金，打理好家里的庄稼，等着宋安的好消息。阿金也像是懂得沈月枝的心思，每天都会陪着沈月枝去村口等候宋安，有时候会对着远方发出轻柔的叫声，像是在呼唤宋安。没过多久，城里传来了好消息，宋安考中了举人。村里的人都十分高兴，纷纷来到沈月枝家里向他道喜。沈月枝听了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他知道宋安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没有辜负顾先生的教导，也没有辜负自己这些年的辛苦付出。几天后，宋安回来了，穿着举人的服饰，身姿挺拔，气质儒雅。村里的人都围了过来，向他道喜，称赞他有出息。宋安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就是给沈月枝磕头，感谢他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感谢他的细心照料。沈月枝看着宋安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，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。宋安考中举人后，并没有离开这个小山村，而是留在了村里，帮助村里的人改善生活。他带领村民们开垦荒地，修建水利，种植庄稼，还在村里开办了私塾，教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识字，让更多的孩子能学到知识，能有出息。沈月枝看着宋安为村里的人做的一切，心里满是欣慰。他依旧守着自己的老屋子，照料着阿金，每天都会去地里打理庄稼，有时候会去私塾看看孩子们读书，看看宋安教书，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的笑容。阿金也依旧温顺能干，帮着宋安打理村里的庄稼，驮运粮食，
成为了村里的好帮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沈月枝渐渐老去，头发变得花白，腿脚也越来越不方便，但她的精神却依旧很好。宋安一直陪伴在她身边，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，每天都会陪她说话，给她讲村里的变化，讲孩子们的成长，让她安享晚年。村里的人也经常来看望她，给她送些好吃的，陪她聊天，感谢她和宋安为村里做的一切。有一天，沈月枝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看着宋安在院子里教孩子们读书，看着阿金在院子里悠闲地吃草，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。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遗憾，只有满满的幸福和欣慰。他这一辈子虽然孤苦伶仃，却用自己的善良救下了2条性命，养育了一个优秀的孩子，收获了满满的幸福和温暖，也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和爱戴。沈月枝去世后，村里的人都很伤心，纷纷为他送行，把他安葬在了黄牛的墓旁，让他和黄牛永远的在一起。宋安和阿金也每天都会去给沈月枝和黄牛扫墓，陪他们说话，告诉他们村里的变化，告诉他们孩子们的成长。宋安一直坚守着沈月枝的初心，传承着他的善良，带领村民们把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富裕。他在村里开办的私塾培养出了很多有出息的孩子，这些孩子长大后也像宋安一样，心怀善意，乐于助人，帮助更多的人，把沈月枝的善举一直传承下去。